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1月10日晚间19点14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啊，那昨天出现了一个微弱的下跌啊，下跌幅度仅有0.34%啊，这是在高开之后的一个下跌，我们看到了是一个小的阴线，但这轮行情我们在1月6日，也就是上周五的行情当中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这根标志性的阳线呢，突破了之前我们认知的一个8界阴线和8界阴线所遇到了一系列的妖怪，我们认为这个多头的阳线呢是悟空阳线。那悟空阳线的开启呢，可能会引发一轮上涨行情。我们知道啊，一轮行情的悟空阳线呢，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从被压制了500年之后啊，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所以呢叫悟空。那悟空呢是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有了标志性的阳线之后，我们就判断有可能出现一轮多头行情。那么昨天的这根阴线呢，下跌仅有0.34%，我们认为是一个什么呢？干扰性的 K 线，也就是干扰了多头行情的一个趋势。那么在干扰之后呢，仍然有可能继续向上行走，最终呢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因此呢，对于道指来说，它的多头并没有因为昨天的0.34的下跌而改变啊，所以呢，我们判断啊，暂时这里面是有一个多头的趋势，但在这个趋势当中，我们认为周四的行情会受到消息面的影响啊，因为周四呢，美国要公布 CPI 数据啊，往往公布 CPI 数据呢，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利空。这个利空呢，往往在这个落地之前会有拉升动作啊，然后落地之后有一个向下的动作啊。CPI 指数呢，往往会干扰 K 线的运行轨迹啊，周四晚间公布这个数据之后，我认为如果 CPI 数据良好的话啊，那么有加息的预期啊。如果 CPI 指数比较弱势的话，那证明美国经济不好。所以呢 ，CPI 指数公布、非农数据公布啊，这些数据的公布呢，大概率啊都会让美股出现一定的上下插针的行情，甚至是空头方向多一些啊。那么目前来看，道指是一个多头的趋势啊，但周四的行情一定要关注一下，特别是在周四晚间的行情啊，美国公布 CPI 数据的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关注行情啊，尽量减少一定的仓位啊，避免因过度的波动啊，影响你的持仓或者影响你的本金受损。那么说完了 CPI 指数和美股之后，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我们打开比特币的 K 线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比特币啊是一个多头的趋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4小时级别 K 线当中啊，有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啊。目前呢，这个均线系统对169日均线进行了完整的突破，并且构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但是上方我们看到啊，这个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啊，在$17,700附近构成了目前行情当中的一个主要压力，并且在这个压力上方呢，有日线级别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啊，同时也是波峰连线啊。这个波峰连线是5月份连过来的，5月份筹码密集区连过来的波峰连线同时在$19,000构成了一个3重压力，所以呢，这个位置不发生突破的话啊，比特币的空头趋势依旧存在啊，依旧存在。虽然这轮行情有可能对这个位置进行突破啊，但是没有突破之前，多头要尽可能的小心一些啊，并且
且把这个仓位要控制好，止损也要控制好啊。那么空头可以布局的点位呢，我认为是17700到19000美金啊，这样的一个压力区间啊，是在这个位置。那么上轮行情在18300美金啊，也就是12月15日我给出了18300，这个位置呢，我们是获利了啊。然后这轮行情反弹得以继续，那么它的反弹时间级别呢，我认为最大也就是日线级别，因为整轮行情我们看到了比特币相对于道指呢，相对于美股来说是非常弱势的。道指在这轮反弹过程当中，甚至走出了周线级别的上涨犀牛，但是比特币的最大的反弹程度呢，还不构成日线级别的上涨犀牛。所以呢，这一轮行情的反弹，我认为比特币最多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但是这个日线级别反弹过程当中，有很多山寨币啊领涨于比特币啊，所以呢，这轮行情对于现货来说啊，你要重点关注的是这些领涨币种的一些动作。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行情啊，这个交易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易对。我们之前说了，0.075这个位置是存在一个筹码压力的，这个筹码压力呢是在去年10到11月份产生的。那么目前来看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对这个压力位进行了突破，证明它目前的趋势依旧是一个上行的趋势，证明以太坊的涨速呢是快于比特币的。那么上方重要的压力呢，就是在0.08附近啊，这个压力线呢是由去年5月份波峰连线啊连过来之后构成的一个压力啊，更正一下，是去年5月份波谷的连线啊，在0.085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目前上方还有一定的空间，这样以太坊可能会比比特币涨幅和反弹速度更快一些。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的行情当中以太坊这轮反弹呢，目前正要对11月9日的这个8阶阴线进行突破。我们看到了10月8日出现了悟空阴线，11月9日出现了8阶阴线，震荡过程当中始终围绕8阶阴线做震荡。那么目前正处在这个8阶阴线的一个开盘价的这个位置上，同时呢，我们认为以太坊上方呢是存在压力的，这个压力呢是4877高点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压力，也是140均线和169均线同时作用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压力区间呢，大概是在1350到1400美金附近，所以呢，对于多头来说，这个位置是要时刻小心的今天晚上如果美股继续上行的话，可能带动它逐渐的顶到这个压力位附近但是压力位附近呢，它没有突破之前是一个做空的位置，同时呢，无论多空都要设计一个止损分布式进场之后，才容易得到趋势上的利润。那么一定要重点说的就是Gala 和这个 SOL 这两个代币这两天涨势非常好。那么对于 Gala 来说我们看到它在日线级别上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走出了8阶阳线，目前行情正处在8阶阳线的一个势力范围当中。对于这轮行情，对 Gala 这种非常强势的代币，我们仍然认为它可能会走出一轮非常强势的日线级别的上涨犀牛。因此呢，对于当前的价格来说，它的目标位是在0.07到0.08这个区间最终呢完成日线级别的上涨犀牛那么同时呢，我们昨天就给出了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止损位设置在0.038到0.035这个区间上。为什么设置在这里呢？因为0.038这个位置呢是144均线，0.035是169均线这两条均线呢构成了对于Gala 代币的一个主要的突破之后的一个支撑这个位置回踩可以，如果跌破的话一定要止损出局因为行情当中对于 Gala 来说，目前最大涨幅已经是达到2.26倍巨大涨幅后面存在机会，但是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风险。我们看到本轮对于 Gala 的行情来说，它只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犀牛，然后上涨犀牛完成之后正在进行调整动作。同时呢，目前的调整的时间级别，我们看到
这个调整时间级别是小日线级别的。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上有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啊，沙僧阴线代表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唐僧阴线做了小日线级别回调之后啊，围绕这个回调做收敛动作，最终呢，我认为在高位会形成一个整理平台，不跌破的情况下，在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容易发生继续的上涨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啊，4小时级别涨速过快的情况下，很可能它会出现对称性的下跌，在熊市当中很容易出现对称性的涨跌。如果对称性的4小时级别下跌出现的话，它可能会打到0.238附近啊，这是一个4小时级别对称性下跌的一个目标位。为了提防打到0.238，我们受到重大的损失呢，所以呢，你要在这个日线级别啊，这个144均线和169均线附近啊设置止损，避免你的本金或者利润受到损失。我们同时观察到啊，这轮行情主要上涨的快速上涨的币种呢是嘎啦和SOL啊，SOL也是这轮行情当中被这个威神喊单的一个币种啊，在7.77美金附近啊，它开始喊单导致了涨到10美金左右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现货啊，因为现货的价格还是比较准的。那目前呢，对于SOL来说和嘎啦不同的是，嘎啦的上涨速度呢，它是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优，但是SOL这里我们看到了它的上涨的时间级别是大于嘎啦的啊。目前对于SOL来说已经完成了什么呢？已经完成了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这样呢，对于SOL代币啊，它目前已经走出了日线级别的上涨细优。日线级别上涨细优完成之后，切换时间级别啊，我们会看到啊，小日线级别它已经做了一轮完整的调整。在这个调整过后呢，我们认为它有可能做的更大的一个时间级别的调整呢，是4小时级别的调整。所以呢，目前你要有一个仓位啊，如果你没有SOL的这个代币的话，你要有一个仓位，之后呢，如果它进行4小时级别的调整啊，这里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有八节阴线，如果4小时级别调整的话啊，它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15美金附近。如果做出4小时级别调整，你进场第2个仓位。那么对于SOL这个代币，虽然在熊市当中我也是长期看好的，因为走完日线级别上涨细优之后对于这种强势币种容易走出更大的一个时间级别的上涨细优并且在历史的 K 线当中，它曾经走过也就是周线级别的上涨细优。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在这个位置上走出了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然后2轮的周线级别的上涨细优，调整之后呢，又做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细优。所以呢，在当前低位对于周线级别的SOL来说，上周也就是1月2日到1月9日走出了悟空周线级别的阳线之后目前容易走出周线级别的上涨。同时呢，我们看周线级别的运行过程当中，周线级别的50日均线正在上穿10日均线这个蓝色线是50日均线，粉色线是10日均线第一根K 线呢是悟空阳线，然后目前正在走八戒阳线。那么如果能够走出周线级别的上涨细优的话，我们认为目标点位是在26美金附近这个26美金是通过周线级别上涨细优的这个概念得来的。同时呢，我们之前给出的一个日线级别的突破呢它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20美金日线级别的目标点位呢是根据上面2条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延长之后它形成了一个压力，大概是在20美金附近差不多能到达这里。如果反弹行情能够得以继续的话这种情况但是本周行情我们要更关注的一点就是美股这方面的动作也就是本周四CPI 数据出现之后，比特币能否在当前价格上稳住，能否
将这个反弹行情得以持续。如果能够持续的话能够稳定的话对于 SOL 来说，对于 GALA 来说都会走出非常好的行情。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一键3连，多多关注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